就得摆，怎么我们也就要让你先懂。有多少会失败，不愿意回头，因为你有我，每一次相遇都想拥有的笑容。偶尔会怀疑自己，怪自己不够幸运，是否会宠坏了你？但是我宁愿相信 ，baby。爱是一场华丽的独秀，不怕就像你终会感动。爱是 solo， oh SOLO。爱是站上舞台残酷的独秀，你的眼神洒满了淹没。爱是 solo， 最美的回眸。爱是独秀 solo solo， 想要为你 solo solo。爱是独秀 solo solo， 想要为你 solo solo。爱上了太 solo solo。闪光灯可以试了没有？试一下闪光灯，让我们热情的欢迎《The Dark Moon》的导演以及主要演员进场。我必须很诚实的说，直到这一刻为止，我还是不喜欢魏旭这个角色。她和我理想中的千金大小姐真的差很多。可是，我还是非常想参与《Dark Moon》这部戏的演出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接演这部戏对我的意义是，我想要亲眼目睹你的演技。如果能和你一起演戏，我愿意挑战魏旭。我想请教晴姐，对于这一次重拍《暗月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？毕竟您当年是因为这部戏一炮而红。我很高兴能够再度以《暗月》里的角色跟观众朋友们见面。《暗月》这部戏对我的意义非常的重大。现在即将重拍的《暗月》，就好像当年参与《暗月》演出所有演员的小孩一样，我会代表他们，好好的照顾下一代。我会确定他们青出于蓝胜于蓝。今天这个记者会，我就好像回到20年前的记者会一样。我非常的感谢跟感激，谢谢大家。想请问一下旭芳导演，很多观众认为剧名只要维持原本的暗月就好了，关于这一点，您有什么样的看法？觉得《暗月》这个剧名比较好的观众，我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。不过这一次是重拍版的故事，时间设在1929年左右，光这一点给人的印象就跟过去的《暗月》。我本来很担心导演会紧张到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没想到真的上台以后，他很镇定吗？让《暗月》脱胎换骨的呈现在观众面前，这就是为什么我执意要改剧名的原因。好，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莅临啊。那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呢？对不起，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导演。20年前执导《暗夜》的导演袁大尊先生是您的父亲对吧？听说旭芳也是您后来的改名，想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你不用你父亲原本给你的名字挂名执导？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？改导演，改名的原因是导演，没事吧？
你终于醒了。啊，恭喜！你不要紧吧？哎呀，我没事。这也是医院。嗯。完了，我竟然在记者会上晕倒。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。不麻烦啊，反正我之后也没通告，我也没什么事。刚才大家看到我那么没用，应该都不想理我了吧？不会啊，大家没有这么想啊。你不用安慰我了，大家怎么看我，我大概都知道。导演，我好多了，我想出院。哎，再等一下啦，春树小姐已经去结账了。啊？她怎么来了？你就再躺一会。春树小姐说，你一醒来一定会想要马上出院，她很了解你哦。没想到春树小姐和旭芳导演是好朋友。都身后请按一侧立即见。雷先生，你应该是在工作，所以才关机吼。我是恭喜，导演已经没事了。医生说导演身体很好，没什么问题。他会昏倒，主要是因为心理的因素。因为在离开医院之前，我听导演的一个朋友说，从入这一行开始，他就经常被人家说他是靠父亲的关系才会当上导演，工作才会那么顺利，所以旭芳一直压力很大。所以记者会之前导演会那么紧张，是因为他不知道记者什么时候会问关于他父亲的问题。在这个情况下，有什么是我可以帮忙导演的呢？你有把握能超越情节吗？看你一脸现在才想到的表情，你该不会没想过要超越情节的位序吧？如果没有想要超越的企图心，那接下来 Dark Moon 对你有什么意义？超越。我现在能做的就只有这个了，好好手读剧本，揣摩角色，创造出脱胎换骨的位序。只有这么做，我才可以帮助导演，帮助我自己。恭喜！准备哦 ，Action！ 你听说了吗？今天我们的新老师就要来帮我们上第一堂课了。他不是刚女朋友去旅行，意外住院了吗？已经痊愈啦。都是好父母，现在为了救女朋友受伤，他应该长得很帅吧？重东西 OK， 很好。等一下我们换别的镜头拍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要不要喝水？谢谢。导演的身体看起来已经好很多了。
医生说他的身体很健康吗？可是，如果常常呼吸困难还晕倒，久了对心脏还是不好的。我认为导演的症状比较像是恐慌症的症状。恐慌的来源是因为导演的工作压力太大了。那个叫旭芳的导演啊，他本人看起来好没有气势哦。有名的是他爸大尊，他爸得过国外不知道什么奖，比他有名多了。那为什么不要找大尊来拍啊？喂，如果你们两个再敢说旭芳导演的坏话，就诅咒你们了。鬼，这是特殊化妆，有你们吗？恭喜！哇，好厉害哦！这个特殊化妆真的非常逼真。幸好不是每天都要画，只有在戏里面有需要出现伤疤的时候才画，不然我就会累死。为什么？这要画3小时哎，我3个小时都坐着不能动，我都要疯掉了。真的哦。不过啊，除了你的特殊化妆吓我一跳，你也吓了我一跳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刚刚吓走那2个女学生的演技非常有魏续的感觉。剧本里面形容的魏续，我想应该就是这样子吧。哪样？就是全身都散发一种憎恨全世界的感觉啊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已经掌握到魏续这个角色了。听你这么说，我真的觉得很汗颜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刚根本就没有在演呢。啊？没有演？可是你刚刚明明就……还是说，你心里面真的有愤世嫉俗的那一面？觉得好玩，追求刺激，你说？处心积虑逼盛主任，到底为什么？我是为了报仇，为想不我想报仇。怎么样？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吧？他心里愤世嫉俗的那一面，应该是不惑上造成的吧？恭喜！你怎么了？这样子都不像平常的你。既然你问了，我就老实告诉你好了。其实我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。从昨天晚上开始，我就一直不断在研读剧本，想说试着要去揣摩魏续这个角色。可是我越是揣摩，越糊涂哎。大学的表演课应该有教要怎么揣摩角色吧？可是因为我最近啊，因为最近忙录影，所以都没去上课。我会找时间去补笔记啦。哎呦，只是我到今天都还是不知道怎么去揣摩魏续这个角色，该怎么办？昨天半夜你打电话给我，然后跟我说你那个时候正在看剧本，后来你欲言又止又挂了电话，就是为了这件事。对不起，我一时太冲动了，忘了顾到时间，不好意思打扰到你了。所以你们2个人之间交情已经好到可以私下互打电话了？不是啦，是我自己去打扰林先生。不用担心，杜先生不是古板的经纪人，演员之间互相切磋角色是非常好的事情。现在我在这2个年轻人之间，好像显得太多余了哦。哎，我突然尿好急啊！你们先聊，我去帮他找厕所。脸也真是的，之前还拼命否认，没想到该进攻的时候还是会进攻嘛。杜先生怎么啦？你还有闲工夫管别人啊？你不是很烦恼？怎么办？
你打算怎么揣摩角色？晴姐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你的意思是？事情到这个地步了，我就把话说开了。我不在的时候，我希望导演不要拍摄恭喜的戏份。我可以请问为什么吗？魏旭这个角色早就成为我的代名词，他跟我密不可分。只要提到魏旭，大家就会想到我。但是恭喜他不过是个新人，又没有演过什么戏，万一他用烂演技把魏旭这个角色演烂了，会对不起20年来喜欢魏旭的观众，我的名声或许会受到影响。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？金姐，我想你对恭喜不熟，所以才会有这种偏见。他虽然是新人，可是他很有演戏天分，他不像你想的那么糟啊。我根本就不相信你的话。一个在记者会上昏倒的导演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些话？所有的新闻都在嘲笑你，所有的人都在质疑这部戏到底能不能拍下去。暗月一直是我的骄傲，现在却成为娱乐新闻的笑柄，你要我怎么相信你？从头到尾，我最不满意的就是你。以我的知名度，我也不怕得罪谁。就算把话说开了，我也无所谓。像你这么没有担当的导演，我敢预言，扎克穆绝对会毁在你的手里。可以请你告诉我，什么叫角色揣摩吗？所谓角色揣摩，就是演员要思考角色在剧本里没有交代的身世和心理状态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没事干嘛那种脸？因为你跟晴说的完全相反啊！我昨天晚上问晴说所谓的角色揣摩，就是原原本本的照剧本去讲就可以了，根本就不用想角色的身世背景。到底谁说的才是对的？我说的，你有听懂吗？你可以再说多一点吗？可以。每个人个性不同，对人事物的看法跟感受都不同。就算是相同的台词跟反应，也会因为成长的环境或者际遇不同的人，表现出来的反应就会完全不一样。剧本的人物也是一样的。身为演员，我们应该要进入剧本里的角色，建立角色的言行举止。我打个比方，像是角色在这样的环境长大，所以这句台词会这样说，角色一样也会采取这样的行动，诸如此类的。深入的将角色心情与行为举止一个一个的发掘出来，这就叫揣摩。你的任务就是要将这些具体的表现出来，了解了吗？好像有一点懂了。你仔细回想一下，魏旭是在什么环境下长大的？如果去想魏旭的个性怎么样的话，那他平常说话的口气是怎样呢？那么，如果是魏旭，当老师叫他的时候，他会怎么反应呢？魏旭，魏旭，卡！什么啊？他竟然说好哎，到底会不会演啊？哎喂啊，笑得我肚子好痛哦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们大家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拍好了。
完蛋了，我还是没有揣摩到魏旭这个角色，到底魏旭会怎么样说话呢？你果然跟我担心的一模一样。像你这么年轻又不会演戏的小女生，你没有资格演出魏旭这个角色，你不是专业的演员。金姐，你先不要生气。我想恭喜，可能是紧张的关系，所以才会出错。而且这只是他第一部连续剧，刚刚又只是在第一个镜头而已。我不想听你鬼扯，这些都是借口。我说过了，魏旭这个角色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不希望有任何人破坏他。导演，你别忘了讲话，是我自己演不好。你是演不好呢，还是不会演啊？我问你，你揣摩出魏旭这个角色了吗？那当然。你已经揣摩出来了。当然还没有啊！我刚才在问你什么叫角色揣摩，怎么可能这么快？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？你没有看到他那么凶吗？现在跟他说实话，他只会更激动吧？你愿意接受挑战吗？既然你已经揣摩出魏旭这个角色，你愿不愿意接受我的挑战？什么挑战？如果我问你有关魏旭的任何问题，你都有办法答得出来的话，那我就不会再质疑你。但是如果你有一题答不出来的话，我要你立刻辞演魏旭。金姐，可不可以请你不要擅自做出这种决定？你知道大尊先生是怎么指导演员的吗？如果演员在拍戏当天没有揣摩好角色，大尊先生会毫不留情面地撤换他。金姐，请别再说了。我只是好心提醒他，既然没有才华又缺乏判断力，就应该好好的跟他的父亲学习啊，要不然他怎么拍得出超越暗月的作品？金姐，旭芳导演跟大尊先生长好像哦，可惜旭芳导演的功力就是差他老爸一大截啊。我觉得他根本就是靠他老爸才能当上导演的吧。又来了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导演像你这么体弱多病的。导演，你先冷静下来，慢慢的调整呼吸，慢慢的，再用力呼吸，专心调整呼吸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什么？导演又昏倒了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要不要帮忙叫救护车啊？应该不用吧，导演他现在已经没事了。还好吗？好多了，谢谢。导演，你要不要先去把身体养好了再来拍戏啊？要不然你3天2头就这样昏倒，暗月到底还要不要拍下去啊？晴姐，我愿意接受你的挑战。如果我不能消除你对我的质疑，也会影响暗月的拍摄，所以我愿意接受你的挑战。但是，你也可以答应我一个条件吗？如果我挑战成功了，我希望晴姐可以更尊重导演，这样可以吗？恭喜你，不用为了我。等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开始吧。不要怕，我已经读过好几次剧本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好怕的。
你可以告诉我魏旭是什么样的个性吗？魏旭从小就内向封闭，他不喜欢讲话，也从来没有发自内心笑过。为什么他没有笑过？因为他有一个才貌双全的姐姐，所以他一直很自卑。他喜欢什么？他以前很喜欢小提琴。他的脸为什么会受伤？那是因为小时候他去山上的别墅玩，他和姐姐跑太远，他不小心掉到山崖，想不到山崖底下有一批非法倾倒的玻璃，所以他就受伤了。这就是他受伤的真正原因？不是，真正的真相是连魏旭的父母都不知道。真相是姐姐嫉妒魏旭拉小提琴的天分，那天是姐姐把魏旭推下去的。魏旭讨厌谁？当然是害他毁容的姐姐，因为讨厌姐姐，所以也讨厌姐姐的未婚夫嘉悦，连带的也讨厌一天到晚拿自己跟姐姐比较的母亲。父亲的话，虽然父亲并没有拿自己跟姐姐比较，可是他还是讨厌她，因为他知道父亲为了自己的欲望制造车祸，害死叔叔一家人，让堂妹美月从小就没有父母。那你可以告诉我，为什么魏旭讨厌美月吗？魏旭有讨厌美月吗？你在剧本里的台词里没有察觉到魏旭对美月的敌意吗？叔叔一家人过世以后，6岁的美月变成了孤儿，魏旭的父母亲收养她。老实说，魏旭的父母亲并不是很关心她。即使美月开朗活泼，但是在魏旭的眼里，并没有造成魏旭的任何威胁。就算后来他知道姐姐的未婚夫嘉悦暗恋美月，他反而很开心，因为姐姐会因此而伤心。晴姐说的没错，美月根本就没有做什么让魏旭讨厌的事，而且美月的父母双亡，应该很令人同情才对。所以我一直以为魏旭是同情美月的，因为魏旭根本就没有理由讨厌美月啊。你不说话，是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魏旭讨厌美月吗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那就没办法喽，请你按照刚才的约定，立刻辞演魏旭，退出这部戏。请等一下，晴姐，请容许我说句话。现实考量下，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找新的演员来演魏旭了。我最担心的是，因为基于晴姐对魏旭的深厚感情，不管是哪个女演员，都没有人有办法完美的诠释出您诠释过的这个角色。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请晴姐再给恭喜一个机会。她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再了解这个角色，我相信，只要再给她一次机会，恭喜一定有这个能力，一定能够让你满意的。我以我的人格保证。人格保证？林先生竟然为了我说出这种话！不会吧？我知道敦贺莲是男主角，但我不知道他也有参演弹幕。你等很久了吗？干嘛？啊，没事啊，要走了吗？还有一点时间，我先去喝杯咖啡。哦，好。虽然拍完 MV 之后，上就没有再提过恭喜，可是我知道他其实心里还是很在意他。就算到现在，我都还是觉得
它是属于我的东西，这样对它是我的权利。偏偏这次又是跟他最讨厌敦贺林合作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隐瞒下来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想说先赶通告吧。哦，好，走吧。通告在哪？等一下我们要去 A Channel 接受专访。A Channel， 等一下 ，A Channel 不就是制作弹幕的电视台吗？一进去 A Channel， 到处都会贴满弹幕的海报。那这样，恭喜和敦贺莲一起演出的事，不就？怎么忽然放慢速度啊？没办法了，还是多绕点路，不要太早去好。人格保证，林先生居然为我说出这种话。没想到在我不在的时候，竟然发生这样的事。像我这样的演戏菜鸟，什么都不懂，林先生凭什么说要用人格替我保证啊？万一我做不到的话，我不就害了他了吗？不会啦，你只要努力去想，为什么魏旭会讨厌美月就行啦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林先生好像知道魏旭为什么讨厌美月。是连亲口跟你说的吗？如果你想知道魏旭为什么讨厌美月，那还是得回到魏旭最根本的性格上面。你真的了解魏旭吗？除了形容他内向封闭，你觉得魏旭是怎么样的人？我觉得他很阴沉，很灰暗。是啊，那样的家庭导致他的个性扭曲，变得这么负面，不难理解。以生长在一般家庭的眼光来看，在有钱人家出生的魏旭，很令人羡慕吗？可以当千金大小姐，当然很令人羡慕啊。但在我看来，不管家境有多么富裕，生活有多么的奢华，这样子的魏旭却非常可怜。如果想通这一点，这样子就知道魏旭为什么讨厌美月了。林先生这么说的意思，应该就会知道为什么魏旭会讨厌美月，可他不肯告诉我，我不懂哎，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就好了？因为他想帮你。帮我？这样哪叫帮我？而且根本就是在整我。我觉得我现在好像找到迷宫里面一样，怎么想都想不出来。我觉得我的头脑都快要爆炸了。莲一定是因为觉得你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去找到答案，才会有收获。就像以前我们解数学题目啊，如果老师直接告诉你答案，而不是靠你自己去找到解法的话，那以后碰到一样的题目，你还是不会啊。所以我想，莲一定是因为替你着想，他才没有告诉你。我是不是应该先比较一下魏旭和美月，这样才能找到魏旭到底在意美月什么？莲从以前到现在，从来没有对一个人这么用心过。他对你真的很不一样。他们两个人看起来在精神上一样没有寄托，甚至美月比魏旭更可怜。可是美月却没有因为这样而变得阴暗，甚至她变成了一个开朗乐观、心地善良的女孩。我知道了，对魏旭来说，就是因为美月从来都不对悲惨的命运低头，总是笑容灿烂，因为完全和自己相反，魏旭羡慕又嫉妒，所以他才开始憎恨美月。哎，你是不是想通什么啊？怎么看起来这么开心？
什么要去比较自己跟美月呢？恭喜！为什么他这么好胜啊？等等，我有没有说错？好胜、内向封闭跟好胜不是刚好相反吗？还有，内向封闭的魏旭会直接把自己的压力发泄在美月和嘉月的身上吗？恭喜！你在想什么啊？那个球。我找到了！你找到什么？球？我找到属于我的魏旭了！恭喜！你要去哪里啊？我离开一下，等下回来。怎么离开一下？大家都在等你拍戏哎！恭喜！嘉月，糟了，恭喜他跑出去不见了。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我刚刚跟他在喷水池那边闲聊，本来我以为他想通了角色的神，但没想到他该不会是不知道怎么诠释魏旭这个角色，害怕的逃走了吧？应该不是。我有听到他说一句：“我找到属于我自己的魏旭了。”既然这样，他就应该回到现场继续拍摄，为什么要逃走？这已经不是会不会演戏的问题了，而是一个演员敬不敬业的问题。晴姐，对不起，恭喜是我们家议员，我代替他向大家致歉。真可惜，枉费我还看在莲的面子上，姑且相信他会做得到。现在他可是害莲脸上无光喽。导演，我们可以避开恭喜，先拍下一个镜头吗？也只能这样了，我不能让其他演员等了。万一他一去不回呢？刚才杜先生已经说了，恭喜离开之前说他已经找到自己的魏旭了。再等一下，我相信恭喜他一定会回来的。怎么办？我真的跑到这里来了，明明心里才有这个念头而已，为什么这双脚就真的带我来了呢？头已经出来了，还能怎么办？还是先做好挨骂的心理准备吧，尤其是他。你知不知道大家都在等你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！快点给我一个你跑出去的理由！光是这样想就觉得好恐怖哦。可是我不能先征求大家的同意再出来，因为大家一定都会反对。怕大家反对，或许是因为我担心我做的这个决定是错的吧。可是我的心强烈的告诉我自己必须要这么做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是恭喜，我是魏旭，我是魏旭。听说啊，那恭喜已经逃走3个小时嘞。如果他一直不回来，
我也需要找谁代替啊？我来好了，我演。拜托，你根本是想跟周鹤莲面对面吧？然后顺便跟他要。你们看那个人，好像是他哎。真的好像是哎。不像啊，不是吧？等一下这场戏就是嘉悦下课，然后从那边回来，然后看到美月在窗边，这样，那就是说嘉悦看到美月的心情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心情。那你先去准备一下。好，明白。怎么了？不会吧？恭喜！你终于回来了。你的头发怎么了？你把头发剪成这个样子是什么意思？你是假发吗？导演说的没有错，你诠释的魏旭果然是超越当年的我。老实说，我是嫉妒你，没想到你竟然有这样的演技。但我必须承认，我输了，而且我输得心服口服。怎么会？林先生竟然NG了？林先生还没有找到自己要怎么诠释家园吗？我不知道哎，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他这么慌张过。如果他后天仍然无法掌握角色，我希望你找演员替代他，所有换角的损失我全权负责。我等你回到现场，我比美月，比任何人都还要期待跟你的嘉悦再次重逢。邓鹤莲，承认吧，你爱上他了。些范例没有跳牌，其实我看出来都是因为爱捣乱。你越放弃爱情，爱情越靠过来。不管地点、场合、时段，你忽然想要说话，又忽然暴露要害，随它左右摇。天空微冷，想起旧晚。